前阵子刚上任没多久的英国首相特拉斯迅速下台后，只做了49天，成为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不过，如果要比谁是史上任期最短的政治人物，特拉斯可能还只是小儿科而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任期超短的政府领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9月5日，特拉斯上任成为英国史上第3位女性首相。上任之前，她保证将会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但她上任之后所采取的政策却让英国经济快速的恶化，不仅一般民众超无感，还直接导致英国股市、汇市、国债大崩盘，差点酿成新一波的金融危机。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直接讽刺，认为她能够待在首相宝座的时间，大概会跟一颗莴苣的保鲜期限差不多。评论一出呢，还真的有英国媒体在网络上面开直播，把特拉斯的照片跟莴苣摆在一起看看谁的保鲜期比较久。结果没有错，莴苣赢了。不过如果把这个标准拉到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近代历史来看，其实49天还算是蛮久的哦。毕竟呢，有人只当了不到1个礼拜，甚至位置呢做不到1天的也大有人在。那今天的影片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那些任期超短的政治领袖们到底有多短，当不到1天就下台的到底又是发生什么事。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在某些国家，民众只因为发表自己的想法就会被监禁、迫害，甚至丧命。但只要你亲手写一封信，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由国际特赦组织举办的写信马拉松，邀请你来写信联署，为他们争取自由。每年写信马拉松都有10名声援对象，像是香港人权律师、俄罗斯反战音乐家、伊朗社运人士等等。接着募集世界各地的联署信，对相关的单位施压，推动制度的改革。过去几年，写信马拉松成功带来不少的改变，像是台湾的李明泽就肯定过这个活动的实质帮助。在阿根廷，他们也促成了妇女运动，成功推动修法。今年的12月，在台北、台中、台南、台东都有写信马拉松的场次，邀请你现在就点击资讯的链接，一起来参加吧。1990年，立陶宛最高议会通过《立陶宛复国法案》，决定脱离苏联独立，让苏联老大哥超级不满，展开了一连串的制裁。而在苏联的经济封锁之下，立陶宛内阁解散。1991年1月10日，新总理西梅纳斯上任。就他一上任呢，苏联就对立陶宛下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刻撤销独立，但被西梅纳斯拒绝。于是苏联军队就进入了立陶宛首都，占领许多重要机关。而1月13日，苏联军队向市民开炮，虽然民众奋力的反抗，但这个时候西梅纳斯却突然失踪，没有出席政府的紧急会议，大家都找不到人。而情急之下呢，立陶宛最高议会只好解除他的职位，找其他人来当总理，所以西梅纳斯的任期只有3天。不过有趣的是，后来西梅纳斯最后现身他也加入了这个新内阁，担任经济部长职位。而当时呢，他其实是跑去了立陶宛南部的小镇避难。而至于苏联部分呢，当年在国际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们最后决定停止攻势，承认立陶宛是独立国家。好的，那话说回来，你以为3天这个记录就是欧洲最短的了吗？错，更短的现在要来了。说到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北欧5国。那在政治上面，这5个国家有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曾经有女性担任过总理。但欧洲最短命的首相呢，也刚好是来自北欧5国的瑞典。据点，瑞典国会当中的最大党社会民主工人党召开了党主席选举，由前财政部长安德森当选，而他也顺势坐上了总理的位置。因为去年刚好是瑞典女性有投票权的100周年，所以安德森就任对瑞典来说非常的别具意义，也获得国际关注。但7小时之后，情况出现了大反转。瑞典社民党所提出的预算案被其他联合执政的小党反对，也因此退出联合政府。那依照瑞典的宪政惯例，安德森必须宣布辞职。换句话说呢，他们才刚刚成立的内阁不到1天就瓦解了，而安德森只做了7个小时的瑞典总理。这个记录呢，让他成为了欧洲任期最短的政府首长。而在1个礼拜之后，大家终于达成协议，议会再次决定让安德森再次成为瑞典总理。而他上任后的表现也让他获得了蛮高的支持度。不过今年瑞典国会再度改选他们的执政联盟输给了右派，所以安德森的第2任任期呢，也只维持不到1年。好的，那看完总理界的记录，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总统界的部分吧。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很多人都曾经质疑拜登太老了，认为他的健康问题可能会让他不适合当总统。如果当到一半过世，那会很麻烦。
总统当到一半过世，这个美国真的很有经验。我们这边不是要说什么地狱梗，而是要讲个历史故事。1840年，哈里森赢得大选，成为第9任美国总统。当年68岁的他，已经是当时史上最年长的美国总统。现在这个最年长总统的记录呢，后来也陆续被川普拜登给打破。现在79岁的拜登已经是新的纪录保持人。那话说回来，当年哈里森在3月4号宣布就职1个月后的4月4号就因病过世了。他是美国史上任期最短，也是第一个在任期当中过世的总统。那因为他的离世太过突然再加上当时美国宪法对于总统继任的规定不够详尽，大家不太确定现在副总统只是暂时代为行使总统的职权吗？还是就直接继任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当时内阁成员跟时任副总统的看法不一致，双方坚持不下，导致国家突然陷入了宪政危机。而后来经过大法官解释，副总统泰勒才宣誓继任总统。而这个短暂的宪政危机也确立了美国副总统继任的宪政惯例。之后，就算美国还有其他的总统在任期当中过世，政府也能够继续维持稳定的运作。好的，那话说回来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个记录，不只是在总统界最短，甚至还超越了刚刚的7小时。这边的苦主是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这场状况之下，总统任期受到法律的保障有一定的任期。不过，1914年墨西哥总统拉斯库兰的任期却连1个小时都不到。当年呢，刚脱离独裁政府的墨西哥局势依旧非常的不稳，而军事强人维尔塔决定发动政变，软禁时任总统。而政变发生之后，总统、副总统、检察总长呢都陆续的宣布辞职，所以原本排在继任第3顺位的拉斯库兰就成为了新的墨西哥总统。但真正想当总统的人是维尔塔，那怎么办呢？他逼迫总统拉库斯兰先任命自己为内政部长，然后呢又逼总统辞职，让自己可以顺利的继任成为新的总统，也结束这场政变。但是墨西哥并没有因为政变结束就得到和平反而陷入了混乱，引发了内战。那话说回来拉斯库兰担任总统的时间呢，前后只有45分钟，这项纪录甚至还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历史上面任期最短的总统。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呢，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在这一次的研究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会出现首长任期超短的政治体制，多半是有总理或者是首相。相较于总统制这2个职位的任期通常没有法律保障，所以遇到政治危机的时候，下台的门槛比较低。而至于总统制呢，通常都是总统被政变突然过世才会结束任期，不然就要靠公民罢免。但这样的门槛呢就会比较高一点点，程序跑一跑也会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蛮常会看到有人在讨论这种频繁更换的状况到底是不是好事。我们自己是觉得因为很多政策本来就有延续性，一个方向定下来之后，从执行到看到效果，通常会需要一段时间。而频繁的换人，也代表政策的方向有可能会频繁的改变。直觉上面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撇除政变、突然过世或是落跑的这些特殊案例大部分的首长之所以要下台，多半是因为他的施政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问题，或是对于国家造成很大的危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可以很快把人换掉，反而是代表这个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改正或自省能力。毕竟对于民众来说，明知道这个人不行却又换不掉，那个无力感可能更加的可怕。而另外一方面，当这个政治体制到了一定的成熟度之后，通常也不会因为换人就突然变得无法运作。就算真的突然陷入危机，多半也有一些机制可以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正轨。那么这一次英国特拉斯下台之后接任的新首相，究竟能不能够带领国家走过乱流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最后想问大家今天分享的下台故事，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立陶宛的西梅纳斯人搞失踪就算了，之后还能够当经济部长，超神奇。比瑞典的安德森7小时全世界帮你姓数，7小时后完全变掉。至于美国的哈里森那个年代美国宪法没有清楚的继任规定，让人意外。第一，墨西哥的拉斯库兰45分钟这个记录应该很难打破了吧？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超短命的政治领袖。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特拉斯是谁，以及立陶宛神秘的对岸共和国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